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《鳄鱼绝活歌》的一个上单新赛季新版本的一个兑现情况。像上个版本因为三项和星之刚比较出众的原因的话，第一件都是出要么三项，要么星之刚嘛。然后这个赛季的话，冰刃塞尔达的怨恨这件装备，首先它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特效，像原先的话就只有一个，就是有穿甲以后有一个严寒的效果嘛，就是攻击主动技能或者强化攻击的时候会减低敌人的移动速度，30%的移动速度。现在也多了一个冻伤效果，就是在受到减速严寒减速的时候施加冻伤效果，持续6秒，可以互叠3层。消耗那个冻伤效果的话，会让目标陷入流血状态，在2秒内造成额外的物理伤害，同时造成重伤效果。所以在前期的话，既满足了有重伤效果，又有穿甲，而且这件装备又有攻击力，又能减 CD， 所以对很多的那个战士英雄前期就是一个真的是第一件必出的装备。鳄鱼的话，这件装备很吃香。像第二件树级之刃，就是这件装备的话，这个版本并不是很强势，也没有说得到很好的那个提升。但鳄鱼的话可以选择出它，但也是可以替换的一件装备。但有这件装备的话，手感会比较好，因为能减 CD 嘛那些，然后又有一些生命值增加，又能减 CD。然后紧接着就是第3件了，也是这个版本光明装备提升很大的一件。对于鳄鱼来说，这件装备是所有战士英雄里面容错最高的一件装备了，所以大家都会出这件，就是死亡之舞。后面的话就是增加一下魔抗，就是在增加输出的情况下增加一些魔抗或者容错。鳄鱼后期的话也就只能这样子了，因为这个版本的话射手后期确实太强势了，装备成型以后鳄鱼解决不了这些。这里的话直接1打2收下双杀。这样的话对面回家就爽吃塔皮了。像鳄鱼对线这种肉的英雄一定要去压，多让自己的发育变快，然后去跟对面换血，
一定不要怂，也不要去想着要控兵线什么，这反而是会让自己的节奏拖得很差。但就是你得确认一下对方打野是不是很肥，如果很肥的话，你就得自己注意小地图。这里面出来兵刃的话，对面的话就没得打了，基本上扛不住鳄鱼的一套。现在是所有的那个资源都在6分钟就开启了，11分钟，大概11分钟就是第2次支援团，所以节奏还是蛮快的。像鳄鱼的话，征服者收益是目前来说，符文这边还是好多战士基本上也以征服者为主，因为上个版本增强以后，到现在确实收益还是蛮高的。然后3绿的话，鳄鱼的标配了，鳄鱼带3黄的话，那后期就真没后期了。3绿的话，起码还能扛一扛。没有大招的鳄鱼真的没得办法的。这里面闪现直接咬住，像你们有红怒的情况下，尽量用 W 去打一个红怒 W， 它的伤害最高的是红怒 W， 而不是红怒 Q。红怒 Q 的话，其实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生命值。这里下路被抓到了。可惜，不然的话，这波团还是很赚的。像如果有人觉得鳄鱼你想出那个破剑者，其实你也可以尝试一下，但破剑者的话就手感不会像那个青龙刀一样那么轻松，就是手感那么好了，因为青龙刀的话能帮你减 CD 那些嘛。但如果你选择出破剑者，收益
比较低，但这个我的看情况来出。看到没有？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，它会根据，就你出装备不一定说一定要根据我推荐的出装怎么出，它就怎么出，而是说根据这局对局来进行一个出装，你才能打得更舒服。有可能就因为一件装备导致你后面你会发现你打得特别不顺，或者说有点打不动别人啊，或者什么情况。就像你射手，如果你第2件套你都发现你打不动他的时候，你第3件你还想着出无尽暴击这种，那你对他来说他完全还是打不动的。反而如果说你选择出一件那个绿弓，或者说什么装备穿甲的，那自然而然就没那么难受了，可能稍微伤害会差一点，但如果穿透够的话，你前期的爆发，就能持续的输出的话是不会差的。鳄鱼有优势的话，就尽量去单带，分摊那个边路的那个压力，就是那个团战的压力。这里队友拿完小龙以后，直接就往下路去靠，推进兵线，然后来吃对方的野区。这样的话，其实鳄鱼在这边一直吃他们野区，一直压兵线，对面就没办法过来吃那个野，经济就会差很多的。这里直接一套秒掉，这里选择咬住，没有大招的话就尽量不要说一直往人堆里面，还是要在边缘或者说切到 C 位再去那个进行一个输出。像你前期打这些肉，前期就一定要跟他们打，因为到后期塞恩啊，或者说奥恩啊这种肉的，你完全打他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反而是你前期能领先的装备，对射手来说是一件很大的威胁。像因为这里面绝猴哥应该还没完全适应这个装备，像那个鞋子的主动装备好，你也可以拿来适当选择拿来用来清兵什么的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。像那个但射手的狂风之力啊，那是保命用的哈，尽量留着。像这种 CD 块的主动装备是完全可以拿来时常拿来清兵啊，或者说帮忙补，就是说刷线的那种效果。因为才15秒一次 CD 嘛。
但如果说这个随着版本啊玩的久，玩多几场以后，你持续的时间久了以后，那大家都会选择用这样子去清线啊或什么，就会有这个习惯。这里的话没有大龙还是很难推进的，对面有那个轮子吗？希维尔的一个清线能力还是蛮强。这里面大家回家补个状态，然后出来拿小龙。这里直接团完的话，那就直接一波了，没有什么悬念。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